Hello，大家好，我是 Jo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生产当天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同时给大家提供一些小贴士，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更平安、更顺利的产程。那我们开始今天视频吧。那我发动的那一天呢是38周加2天，我其实一点预感都没有。那我正侧身躺在床上的时候，突然间我听到了啵的一声，我老公他就在我旁边，他说他并没有听到什么，所以我想也有可能是我自己感受到了。那一下下真的非常像开香槟时候的那个声音，然后我躺在那儿心里想着说啊，得神兽来了。那我就很想站起来去马桶上看一下，但是从床上走到马桶的这一路，哇，这个羊水就不停的一直在流出来。讲真话，我是有一点点害怕的，而且我看见血了，然后我就站起来跟我老公说，老公糟糕，我破水了。他特别逗，他那反应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就表面上强装镇定，然后就开始不停的在原地转圈圈，转了一圈又一圈，然后突然间停下来对我说，快给医生打电话。那这个是医生在我最后一次产检的时候告诉我的，他说如果你一旦破水见红的时候，一定要马上给他打电话。我现在想一想，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挺辛苦的，因为当时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是半夜2点钟，电话几乎都没有怎么响，然后他就接起来了。那我的产科医生跟我说，让我去之前指定好的医院，那这个医院呢是在孕期的时候要去自己注册的，注册好了你才可以在生产当天去这个医院生产。那我们就快快的收拾了一下，然后拿上待产包就开车去医院了。那到了医院呢，其实也是等，因为没有产房，我的医生很快就到了，然后他把我安排在一个公共的区域，挺大的一个房间，然后里面有很多小的床，这个床呢是用帘子一个一个隔开来的。那我就躺在这样的小床上在等。那我和医生见面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医生帮我做了一个内检。哇，这个内检真的实在是太酸爽了，就是给我的感觉有点像人工开指，就是你觉得它其实是在撕扯你的肉的那种感觉。那医生跟我说，当时我已经开了3指了，我其实宫缩还没有感觉特别痛当时，但是护士就一个劲儿的忽悠我，想让我回家。他说你在这儿待着你也很累，然后这边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产床，而且即便就是有了产房的话，你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还是要在这儿等慢慢开指，不如你回家舒舒服服的，然后你在家里面等开指。那其实我和我老公我们是不太想回家的，因为我家到医院中间是有一条高速的，我们很担心就是早晨7、8点钟的时候如果我发动的话，那就会被困在高速上面。但是护士的意思就是你回家吧，你最好回家吧。而且到后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一点感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在加拿大有没有这个体会哈，就是这边的医生和护士有点喜欢赶人，可能是他们的时间很紧，然后病人很多。那因为他一直赶我们，所以我老公就生气了。我老公说我们要换一个护士，然后后面来的那个护士就比较 nice。那我们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羊水我自己感觉是一直在流的。然后医生跟我说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差不多天亮了以后，我老公就带我去Tim Hortons 吃了一个早餐。我记得我当时是吃了2个早餐三明治，然后喝了2大碗鸡汤。然后等我老公回来跟医生说的时候，医生都乐了，他说你怎么胃口这么好。但是其实我真的要感谢那一天的这种高热量的早餐，因为后面几乎就是疼到不太能吃东西了。这些高卡高热量的好玩意儿真的是给我后续 labor 的时候储存了相当大的体力。所以姐妹们，第一个小贴士来了，在能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多吃，没错儿。那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我跟大家提过，我在孕后期的时候便秘非常的严重，我其实心里面就一直在犯嘀咕，我就想说，我会不会在生产用力的时候，在医生和护士面前来一次伟大的释放？然后我就把我这个担心跟护士说了，然后护士小姐姐跟我说，没事，完全不要担心，如果你要是真的就是说方便在产床上的话，他们是很开心的，因为这说明你用力用对了。而且他说这是他的工作，如果能让我放松的来生这个宝宝的话，他真的非常愿意做一切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听了之后真的觉得好感动，但是我还是就是想说，哎呀，有一点点不太敢用力的感觉。但是我后面也很幸运，就是在我开指的过程当中，后面就上出来厕所了，而且上了好大，然后我也就能轻松上阵了。所以姐妹们，第2个小贴士来了，大家在生产包括在用力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担心会方便到产床上。那在这个时候，大家最应该关注的是集中精力
用力把宝宝顺利的生出来。大家也不要害羞，这都是我们正常的一些生理的反应和现象。医生和护士也都是非常理解的，而且他们都身经百战，什么样的案例都见过，所以大家就放宽心，专注的去生产就对了。整个上午开指都很慢，到4指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一点开始觉得很疼了。然后每一次宫缩来的时候，我都要闭上眼睛，集中意念，然后深呼吸，这样才能把这一次宫缩扛过去。那为了加速开指呢，我老公他就陪我在医院的走廊里面来回的走动，然后我就听到隔壁产房的姐妹们在那儿，有的人是撕心裂肺的那种，有的人就是小声的哼哼。那我当时的心情真的是又紧张又期待，我真的很好奇我的宝宝会长什么样子，很想能把他抱在怀里亲一亲。那听到隔壁产房里面小婴儿的哭声微微弱弱的，然后我就觉得好萌啊，所以我就马上回我的房间里面去做 birth ball， 就想说加快开指，快一点，我想见我女儿。但是后面真的是越来越疼，疼到我其实有一点扛不住了，但是我真的就是在咬牙坚持忍着不让自己出声，因为我的想法是说大家都在陪着我，对吧？已经都在给我关注了，然后我这儿又哭鸡尿嚎的，我老公他也担心，然后我也不想让护士小姐姐或者医生看着我觉得这个病人怎么这么疯狂。所以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我非常的疼了，但是我还是在忍着不出声。那第3个小贴士就来了，姐妹们，大家千万不要学我这样其实是不好的，因为医生可能会根据我们的反应来判断我们开到第几指，或者是需不需要再一次内检。所以姐妹们，痛的话呢，想喊就喊，想哭就哭，千万不要忍。而且我觉得这种也是压力的一种释放吧。那因为我的医生看我就迟迟的不出声，他就以为我没什么问题，他就走了。那我陪产的2个护士里面还有1个是实习的护士，这2个小姐姐在我的旁边就聊得超级嗨，完全就没有管我，没有内检，什么都没有。那中间又隔了很久，差不多是下午1、2点钟的时候吧，医生就打电话过来了，他跟护士说让护士来为我订催产素。我觉得我也挺幸运的，就是那一天医院很忙，所以催产素就迟迟的不来。后面医生回到我的产房来，他就帮我做了一个内检。医生说，姑娘，你这已经开到了10指了，你还上啥催产素？他说你还上啥催产素啊？咱们就整吧，就生吧。那我也是人生第一次插了导尿管。那之前不是一直和大家说医生让我们多喝水嘛，所以我这个整个开指的过程当中就一直在喝水，一直在喝水。但是因为宫缩的疼痛拿走了我全部的注意力，所以我喝了很多水，但我中间一直都没有上厕所。那我当时用导尿管真的就是导出了2大盆，我现在都觉得我的膀胱脱垂可能和那个有关系。所以第4个小贴士，姐妹们，生产的那一天一定要经常的提醒自己去马桶上蹲一蹲，把尿及时的排出来，不要再给自己的盆底脏器增加压力和负担了。那我也差不多就是在插了导尿管之后开始好起来了。我老公说我当时就是拉着医生的手说，医生我不生了，我想回家，我太疼了，我要回家。然后他说护士和医生就他们站在旁边都在笑，但是我完全都不记得这一幕了，我觉得我可能就是疼晕了已经。然后我老公告诉我说，当时那个实习护士小姐姐她给我扎了一针，然后但是那个针呢，它那个针管特别的粗，然后第一下的时候它没扎对就冒血了，然后它就拔出来，然后又来了一针。我老公说当时我还瞪了他一眼，然后我也不记得了。因为这次内容涉及的很多，所以我就把这支视频分成了上下集，以上就是上集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B 站的朋友请关注我，为我一键3连，你们的支持是我进步输出更好内容的最大动力，感谢你们。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